首先呢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台车的支架。我先开启它的支架。你看它右转的时候，它会往左边去带吧，把方向打一点，给右侧预留更多的转向空间。它过来之后呢，发现后侧没有车了，然后直接变到内道来，然后做一个行驶。这个行为，这个动作就是跟我们人类驾驶的这个思维方式是差不多的，基本上是差不多，是的，没错。然后你看前方没车的时候就主动提速了，达到限速的这个标准80。华为的它的这套支架，它的核心优势就是比较成熟了。对，哎，它整个的响应速度，包括整体的这个操作逻辑，对，要好很多。看它这有，对，它实际上刚才是3车道变成双车道了，然后它有一个向右侧汇入的一个动作。是。而且刚才在过那个的时候没有减速，哎，对，这个行为就是不算是特别保守。目前有些支架它为了所谓的安全，它可能会保守一点，它把速度降得很低，对，它可能会带脚刹车，而且刹车的力度还比较大。对，刚才我发现就是经过那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，差不多在40、50左右的速度，几乎就没怎么减速。那其实这个雨天对于支架也是有一定的难度，它会影响到激光雷达那个。它识别的这个，你这个雨刷呀什么的，是的，频繁的这个都会影响。它识别到了，识别到了右侧的桩筒，看到吗？刚才它识别到了右侧的桩筒，然后右侧的施工路段变窄了之后，它直接变到左侧车道了，确实相当丝滑。过弯的时候也没有压缩，也没有刻意的去压缩。华为的这一套支架，它不仅仅是成熟，而且它不是特别的保守。这个其实在日常城区使用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时候你在左转弯或者右转弯的跟非机动车博弈的过程中，你如果太保守的话，你就永远过不去。目前华为的这一套支架，使用量包括使用数据都是很高的。还有就是刚才说的，就是之前没有提到的第2点，就是华为的这个 ADAS 3.0，它有个持续进化、持续学习的能力，这个也是比较难得的。就是越用它可能会越聪明，越好。向右引导黄变道，因为前面我们该马上过了这个桥以后就该出去出辅路，所以它提前变道，提前500米就已经变道了。这个车辆不多还好，如果车辆多的话，你这个提前变道的话就很实用了。前面有慢车，看看会不会有慢车好，还有加速变道。这个路况其实是比较复杂的。对，这是它现在开始。开始变道。请注意车辆绕行。好，然后右侧有车过来，看他会怎么避让啊？没有避让，直接过去了。他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前提下，在安全的前提下，他没有那么保守，哎，这就很难得，就很不错了。哎，对，很不错了。你看多好，主动避让啊，主动避让。违停的车辆面对违停的车辆，他自己主动避让，他提前右转或者左转，他提前的这个预留的矿量大概在500米左右哈，400米到500米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我们这次特意准备的一个这个叫狭窄的，有点巷道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并且您看这个咱们左侧车道就有临时停靠车辆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的话，其实就要让您这边去。主要是什么？就对向车它很可能就避让的话，它占道，它占道行驶。所以刚才这个车，其实华为它是有一个刹车动作的。目前 ADAS 3.0是可以实现车库到车库，对吧？就是我从我家的车库是可以到我公司的地库的，是可以，没问题。那这样就基本上就全程零接管了。那监测到，监测到前，对，右侧有车可能会过，它就有一个减速的动作。你看刚才这个动作，我其实觉得也是比较老司机的。为啥？就是前面的红灯即将变成绿灯了，但是我的速度没有降到最低。刚才它是降到了20码左右，然后又加速了，变成绿灯之后就直接加速了。这又是一个车道的汇入的问题。现在是前面有行人啊，它有个避让。向右超车变道。哎，你看它连续变了2个车道，刚才连续变了2个车道，达到右转车道。我们这一次的智驾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总体来说呢，智驾7它的智驾表现还是非常完美的。